在意大利，除了城市旅游之外，想要宁静的享受地中海美景，还有一个好选择 L'isola d'Elba。位于托斯卡尼大区，是意大利第3大岛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。从港口搭船45分钟就能到达，不论上山下海都能全部满足，推荐给热爱大自然的朋友们。L'isola d'Elba 位于意大利本土的中西部，距离海岸线约10至12公里，环岛公路仅有147公里，能选择的海滩就高达160多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太太，住在意大利的中部，骑车出发小岛，一早就得上路，沿途会经过锡耶纳等城市，路途还算美丽。到港口需要3个小时，还要提早半小时到达，乘客优先上船。港口处跟上船处都会检查船票，航程约45分钟。邮轮不算小，也有各种角落可以欣赏海景。这一次是我们参访厄尔巴岛，每一年都住在不同的区域，还是探索不完。160多个海滩，每种都有各自风情。邮轮上可以选择在外头吹风吹到饱，也可以进船舱内，有家庭沙发区、小卖部，也有类电影院舒适座椅。如果你喜欢太阳，还有天堂区。我跟王先生通常都在侧边的座位，一边午餐一边看海，还有影子可以遮挡，享受这短暂的浪漫。45分钟的航程，一下就到港口。自带交通工具的旅客都要提早下停车场准备取车，而机车乘客则要在外面等待。我们的旅馆在距离港口半个岛以外，骑车约1个小时。虽然有比较近的港口，但是我们爱骑车。这个港口价格比较便宜以外，还可以顺便环个半岛，慢慢酝酿度假的情绪。沿着海岸线蜿蜒山路，享受美景，会经过几个大港口、几个城市，当地酒庄也会在沿路设一个小酒贩。如果时间充足，可以停车去试喝、购买，或是直接下海进城游玩，都是很棒的选择。只是我们有着厚重的机车装备以及2侧行李，就决定先到旅馆安置。和王先生每年的结婚纪念日都会到某一个地方庆祝一下，这几年刚好都能安排4天的假期，想都不用想，就是回小岛。我们租过帐篷，住过民宿，这一次选择旅馆，各自有不同的体验。L'isola d'Elba 也曾经是拿破仑第1个被流放的小岛，虽然只住了9个月，但小岛上还是有许多关于拿破仑的景点跟博物馆，可以随着他的脚步来参观。了6、7个小时，终于到达旅馆。这一次我们根据经验选择了带泳池的住宿，海滩会因为时间、地点、阳光、风向而改变环境舒适度，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，也不可能骑车半小时去找不同方位的海滩，根本也不够时间。又不甘愿直接回房间，那就找个有泳池的住宿，继续待到天黑吧。房间就在旁边，多好。旅馆有室内、室外游泳池跟健身房，但是位于地下室的健身房有着海岛的湿气跟闷热，实在1秒都不想多待。下午才能入住，我们就先到附近走走看看。这个区域是 Marciana Marina， 有整条的商店街、沿岸餐厅、小酒馆。超市也在不远处，是一个非常方便又美丽的住宿地点。当然，美丽的沿岸餐厅通常都是高单价的海鲜餐厅，可以先在网络上看评论，再考虑入座。9月中的小岛旅游没有7、8月的人潮，也能享受到夏天的阳光，只是早晚温差大，太阳相比暑期更快下山，但没有塞车的感觉就是棒。虽然好吃的地方还是人满为患，还是得提前预约，但不用担心，意大利人的提前预约就是前1天预约。在小岛上可以看到许多海岛风情的各式建筑墙壁，即使只是在城市漫步就已经足够放松。虽然小小的岛，但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魅力，周间及周末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及市集等着你来参与。美景、美食、音乐、啤酒、冰淇淋，光想就觉得很开心。接着我们回到旅馆泳池等待入住，2个一早5点就起床的人，游个泳后直接沉沉睡去，直到旅馆人员把我们叫醒，通知我们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才擦擦口水准备 check in。 房间竟然订到4人房，其实是前1天才发现的。但是有2间厕所真的好爽，要上厕所，要滑手机，要泡澡，真的随便你，不用催赶，不用着急，自己有自己的空间跟自己的节奏。
即使是夫妻俩一起出游，能够拥有厕所的自由，才是真正的度假。着装后，准备出发晚餐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半个小时车程的 Porto Velho 菲拉约港，美丽的山景、海景都在旁边，整条山路骑起来非常的舒畅，看着夕阳与海景，怎么会不想念呢？费拉约港是小岛中最大的城市和主要的港口之一，也拥有许多美食。这一天晚餐，我们找了一间网络评价极高的肉食晚餐，其实是一间肉铺，也顺便经营熟食。店主向我们介绍了各种部位，我们选了2人份的佛罗伦斯丁骨牛排。说了好笑，因为住在意大利将近7年来，从来没有品尝过丁骨牛排，因为单价实在是太高了，是游客才有资格享受的美味啊！2人份的丁骨牛排称重1.3公斤，把肥肉切掉之后，一个人就4块牛排，直接当主食，没有配面包，对成年男性来说其实不太够呢，不会饿到，也没有饱炸天，好险是很美味的，也因为是肉铺，肉质鲜美多汁，恰到好处的5分熟，吃得意犹未尽。全自助式的户外用餐环境，纸杯、纸盘子也是要价不便宜。店家也有提供相对便宜的品项可以做选择。在小岛度假，1天1支冰淇淋不过分吧？这也是我们夫妻俩的小默契呢。沿着港湾有许多fancy的海港餐厅、酒吧，夜店风格的音乐配上鸡尾酒，餐后漫步在菲拉约港，吃着冰淇淋，欣赏着有钱人的玩具，而且还一个比一个大。进入城市内有更多的小餐厅，比较属于家人朋友间的用餐环境。假日也会比较多亲子活动在市中心里面。菲拉约港有着美丽的海岸线、古老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而闻名，同时也是拿破仑流亡时的居住地之一。虽然这一次我们没有在上午前来观光，但总是有下一次，对吧？好的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。喜欢王太太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